哎，大家伙早喽！3月10号星期一，出来轻松跑。昨天比赛之后，今天身体感觉很奇怪，就完全不累，就肌肉没有任何反应，比奈良那次还轻松。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比赛跑不动，昨儿比的时候挺累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跑了个2小时52，今天早上出来轻松跑。就这次这个累跟之前那种不一样，你看大阪那之后确实肌肉反应比较大，今天这个是肌肉没反应，但是呢就疲劳感，精神上的还有主要是这个伤，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伤。溜达2步跟大家说这伤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就是你看今天我穿了这双鞋，就是脚的大概这个地方，就是食指的最靠近脚跟的那个关节。就比如你看这个，假设这是我们的脚，就是这儿食指，就是这个关节，这个关节的伤是怎么伤的呢？这个我就回忆，大概就是大阪马拉松之后，快到那个周末，可能周4还是周5，就去晚上出去吃饭。那天走路走有点快，有点着急，然后正好穿了一双底儿特别软的鞋，就是特薄特软的鞋，导致呢这个脚过分的弯折了前掌，然后把那拉伤了，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其实没有这方面伤的经验，所以我还查了查，但是现在我发现用 Google 用搜索引擎用的越来越少了，问人工智能问的越来越多了。我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为什么往回跑，这边车少安静，我今儿带了手机出来，今天就跑走散步。就现在脚的感觉是，就是跑步或者穿这种硬的碳板鞋会好很多。像昨天比赛的时候，其实都快康复了，但是昨天跑完，今天又有点严重。就是像，我给大家直接看吧，我会录屏的。如果您是听节目的，现在就可以切过来了。为什么这2天迷上这个呢？我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些挺有意思的。这个是 GPT 4.5 模型，没有开深度研究。我给3个 AI 的描述都是一样的，3个分别是 GPT 4.5、DeepSeek R1，还有Twitter 的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Grok 3。Twitter 的那个我是没付费的，但是它没付费也免费也可以用。然后实测我的 GPT 也是没有被降智的，就所谓降智就是它会发现你，就算您是付费用户，可能发现您有可能的滥用行为。OK， 咱们进入正题。其实这跟昨天的会员视频都差不多。昨天会员视频，看大哥骑着心爱的小摩托。昨天会员视频讲的是分析去年和今年2场大阪马拉松。问题是脚的食指对应的脚底板的一根筋在10天前的一次快速走路可能受伤了，表现是落地向前的时候疼痛，就是脚背弯折的时候对应的脚底的地方按压会有钝痛。我是一名马拉松业余精英，每天都要训练，跑步的时候基本没有影响，这几天一直有好转。昨天进行了一场马拉松比赛，赛后伤痛加重了一点，比刚刚受伤的时候好一些，但是现在落地的时候内部感觉有肿胀，外观看不出，诊断一下。GPT 的回答是很一般，我觉得他写的是根据您描述的症状，可能由于足底筋膜炎或指骨痛引起的。足底筋膜炎是足底筋膜的无菌性炎症。到这儿其实我基本上就已经看不下去了，就是他这个说足底筋膜炎，这目前来看应该肯定不是。常见的症状包括走路时脚底痛，尤其是脚跟处明显，但是我已经明确告诉他是脚的什么位置。指骨痛则表现为前脚掌长期的慢性的疼痛，
这个应该也不对，并不是长期慢性的。我已经在问题中说明是一次意外的受伤。然后鉴于您是一名马拉松业余精英，每天进行训练，这些症状可能与过度使用足物跑姿，就是它其实完全没有关系到我的，就是考虑到我说的原因，所以这个就完全的不靠谱。但是呢，我用了它的深度研究，就是我打开了它的深度研究之后，它的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我还是同样的问题，开了深度研究，还是 GPT 4.5， 他会先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回答。这些问题我不一个一个念了，大家可以停下来看一看。然后他说，从你的描述看，可能还是他第一个反应还是足底筋膜，然后是叫做什么直腱或屈肌腱的轻微损伤。这个说的靠谱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判断也是。然后他再去分析，第一个他还是说了足底筋膜，但是不是。第二个他就说的比较靠谱，前掌脚底部有支配这个脚趾骨头的屈肌肌腱，然后屈肌肌腱损伤或腱鞘炎是由于快速行走时脚趾头过度的弯曲造成的，症状为足底部按压痛，活动后疼痛减轻，这说的很对，但按压时仍有酸痛，跑步时不明显，但步行推蹬时会痛，恢复周期等等2到4周。这个是靠谱的，这个是 GPT。 然后呢是 DeepSeek 用的是官方的 APP R1 的模型，就是有深度思考的同样的问题。然后他现在 不是 GPT， 现在 DeepSeek 说由于技术原因联网搜索暂不可用。他深度思考了以后给的答案是，根据您的描述，您可能出现了足底筋膜或指屈肌腱的过度使用损伤。马拉松比赛后的症状加重，提示存在亚急性炎症反应。以下是详细分析和建议。疼痛位于足底对应第二指（括号食指区域），背屈诱发疼痛，提示损伤集中在指骨头远端至中足段的屈指肌腱。这个专业的词念着好绕嘴呀。足底筋膜复合体，他也说的准确。生物力学原因，快速步行时快速步行时前足推进期直指关节过度背屈，可能超过60度，导致拉伤。这个说的也很准确。然后代偿模式，跑步时步态周期缩短，出体时间减少，减轻了直屈肌群的离心负荷，这与您跑步时症状缓解现象吻合。说白了，这样一个大夫坐我对面跟我说这些，我得反映反映他说的都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们看，不管是 GPT 还是 DeepSeek 都准确的把我的那些口语化的词变成了相对专业的词。诊断判断2级屈指肌腱拉伤，可能性60%。2级是多重我也不知道。腱周组织炎症，半部分纤维撕裂，表现为特定角度运动疼痛，这是最大的可能性。 OK， 然后建议负荷管理，立即停止跳跃、垫脚等闭练运动，改用水中跑步等维持体能，然后各种的治疗。若72小时内出现静息疼痛持续2小时，局部皮肤温度升高，可见足弓塌陷等，要去就医。2周后可恢复50%跑量，4周后过渡到速度训练。建议下次马拉松备赛周期加入赤足草地跑训练，增强足内肌本体感觉。那我的判断其实是大完马拉松之后的肌肉疲劳导致我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过度的肌肉代偿让它受伤的。然后我觉得 GPT 的深度研究和 R1 的
深度思考两个的答案我相对是满意的。 GPT 的直接的回答我是不满意的，但是我没有试 DeepSeek 的那个 V3， 就是没有深度思考的，或者刚刚1公里14分18。然后最后一个是 Twitter， 就是现在的 X 的 Grok 3 Beta， 同样的问题开了 Deep Search，他上来说的我觉得就很靠谱。他说关键点您的症状很可能是草地指，这是一个名词，我其实今天第一次听说，后来我搜索了一下，就是即大脚趾关节的扭伤，研究表明这与快速行走或运动后疼痛吻合。他唯一说的不对的是大脚趾，但是其实我是食指偏大脚趾的那个地方。症状包括落地向前时疼痛，尤其是脚背弯折，背屈时脚底对应部位疼痛，按压有尖锐痛感，跑步时影响较小，但马拉松后疼痛加重。这儿唯一说的有点问题的是按压的时候不是尖锐痛感，仍然还是钝痛，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描述可能不一样。然后剩下的可能性说的和那2位差不多，但是你看他没有提到足底筋膜炎，这是第一。第二是他的回复更加靠谱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之前总在节目里说，运动医学要去看专业的医生，因为你要是去看一大夫就直接跟你说休息，那谁都可以说，我自己也能诊断，对不对？但是他这说的特别对，作为一个每天训练的马拉松业余精英，建议在确诊后调整训练强度，避免进一步损伤。看到没？这是目前表现最好的。然后它底下有详细的症状分析，他读到的内容和我说的是准确的，没有太多问题。依然的问题是他把食指理解为了大脚趾，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错误。跑步时基本无影响，但对马拉松赛后加重等等。他说这表明内部有炎症或者轻度水肿。基于症状，研究表明最可能的诊断是草地指，这个没问题。这是一种大脚趾第一直指关节的扭伤，但是其实我是2脚趾，通常由突然的过度背屈引起，这个说的很准确。快速行走中的推蹬动作，这个也非常准确。疼痛在背屈时加重也非常准确。跑步时影响较小，可能是跑步的足部受力模式不同，同时蹬地时间较短，但马拉松的长时间高强度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对，后面2个可能性其实跟另外2个说的也一样。最后一个可能性叫屈肌腱拉伤，也是有可能的，但跑步时无影响，与此不太吻合。对，你看他还这么告诉了你，就是这些其实诊断就是各种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的组合，然后去诊断一个事情。证据更倾向于草地指，因为您的症状与关节运动相关，但马拉松赛后疼痛加重符合扭伤的恢复特点。意外细节是您的疼痛在跑步时基本无影响，这可能表明跑步的足部受力模式如前脚掌着地对受伤部位压力较小，但长时间高强度等等。他后边还说了一大堆，最后是运动背景与建议。作为一名每天都训练的业余精英，您的训练强度可能对受伤的恢复造成额外压力。马拉松后疼痛加重，表明当天的训练可能尚未完全适应伤势的恢复阶段，建议减少高强度训练，增加休息时间，避免进一步损伤。考虑使用足部支撑鞋垫或矫正鞋垫，减轻关节压力。如果持续疼痛加重，建议去做检查。也还列了一个表格，各种的可能性。OK， 这个 AI 说的就相对啰嗦一点，但是他说的我觉得更加专业一点。这也符合就是他刚上线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好神奇啊，说这个东西感觉超越了其他的。所以综合来看，像 DeepSeek R1 这种有深度思考的模型给的答案就不会太差，前提是你对症状的描述是准确的。GPT 呢，如果只是用对话模式的话，感觉效果不好，可能要多轮对话，就是你一步一步要继续去问他，这是我的不成熟的理解。剩下的就是你说 AI 诊断这个事儿靠不靠谱？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任何事情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用这些其实就像比方说，原来我们用搜索引擎用 Google， 现在当然也用啊，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查找，找到你想要的那个关键词。就比方说 AI 告诉我的这几个症状的名字，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再去搜索这些症状的名字，然后具体去看，再配上图片各种，我自己去判断是什么原因，然后大概是什么程度。如果这个原因就正如 AI 说的，是因为过度的这个脚掌的上屈把这儿拉伤了的话，那其实就轻度的训练问题就不大。然后刚才我没有展示到的就是 GPT 给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答案，就是那个深度思考那块，因为我进行了3轮的对话，后边没有给大家全都看到。GPT 给的建议和跑步的时候没有走路时候疼的原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跑步的时候可能穿了比较就是不容易弯曲的碳板跑鞋，造成你的脚其实不会有过度的上屈，这样的话呢会减少疼痛。他说在康复之前呢，建议平时走路的时候也穿鞋底硬一点的鞋。就是这些你要就是综合去看，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上来就很完美的。只不过想给大家展示这些，是因为我可以比较方便的，第一比较方便的用到这些工具，第二是作为半个行内的人士，再加上多半个跑步行内的人士，结合起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以前你通过普通的搜索引擎去搜索的话，是很难找到对应的病症的，因为这种不太好描述的，你可能搜到都是那些在线诊断的那些问题，然后看着哪一个跟自己像，然后呢再去看底下的答案，对不对？行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赛后这个小伤病。我发现每年大阪马拉松这种拼尽全力的比赛之后，都会有一点不适，所以说明就是拼尽全力了。因为连去年神户其实也觉得拼尽全力了，但是最后也什么事都没有。今天的整体的感觉挺好。至于这场比赛的节目，应该我估计明天差不多。然后明天我会录一个简单的复盘，跟大家分享这种以赛代练的心得和感受，然后可能后天会发，好不好？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